了规则，然后他，哎妈，你这动手可就没意思了。我是想动手吗？我跟你说，没有你这样的。我想说话，你不让我表达呀？不讲道理。我怎么不讲道理呀？那怎么？我宝贝儿困了，他需要睡觉，你不能不让他睡足了。他睡2个小时就是在逃避。如果我们制定好了规则不去遵守的话，那制定规则我跟你说，他睡2个小时也妈妈，你看小红花真我给你带一个吧。好呀。他睡不睡了？你晚上就让他睡晚了，就因为你让他睡晚了以后，这孩子才会这样的。对了，妈妈，你外婆和爸爸在吵我没有让孩子这样说。没吵啊，没有，他们在讨论事情。我根本就没让孩子。你这个能不能借妈妈玩一会儿呀？那你进屋，等他们讨论完了你再出来。去吧，看书去。就得掰扯清楚，你不掰扯清楚，当然就掰扯清楚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就不能这样。专门一到了以后再拿手一指，人就特别不礼貌。你才比划我呢，我是长辈，你是晚辈，你就听我比划你。没事，你跟我这比划，我没比，我是长辈，你是小。干什么？我在这儿坐着干嘛呢？你们是想让我来做一个评判的，对不？我能插得进去1个字吗？我说2句呗。啊？说。不管对方做的怎么样，发心都是好的，你们俩承认吧？都是为了孩子好。那讨论半天没有结果，我想到一个办法。好。这个呢是个小印章，可以盖小红花。以前都是大人给小朋友来盖，这次我们让孩子给大人盖，好不好？让艾文自己来决定你们俩谁的做法他更喜欢，更适合他，可以吗？我觉得还行吧，玩吗？玩吧。孩子也是吧，他当然。艾文，艾文来，外婆和爸爸讨论完了。外婆、爸爸妈妈今天要交给你一个神圣的任务，你愿意接受吗？愿意。刘姐1票，刘姐1票，刘姐再1票。来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恭喜刘姐全票通过，鼓掌。是没看见今天那个现场，我天哪，绝了，真的。哎，现在都互联网时代了，放着互联网不写，其他的什么都写。可是好多新兴行业好像不是这样的。我问了很多朋友，不论是那种开网店的，还是做公众号的，其实人家特别简单，你行就行，你不行就不行。不像我们这个出版社，哎呀，弯弯绕子，简直了。行了，不说我了。你妈跟你老公那事儿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妈呢，一直觉得她最大的优势就是艾文依赖她嘛，喜欢她嘛，当然喜欢她，她惯着她嘛。我就想了一辙，小红花大战，我让艾文自己决定，他觉得谁带他比较好。谁做的事儿让艾文开心了，他就给他一朵小红花，最后看谁的小红花多。那不行啊，那全儿哥不就完了，输定了。小看我老公了。通过这几天的观察，我觉得他挺有带孩子的天分的。艾文变化很大，真的，比以前要讲道理多了，独立自主多了。我想通过这段时间让我妈心服口服，彻底的在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上退出江湖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以我这么多年当全职妈妈的经验，我会从背后帮助周全的。我还不信了，我们2个人斗不过我妈1个。其实我这样对我妈，我觉得我可影响，但我没办法。我说的话你们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记住了。我会把小红花盖给表现好的大朋友，我会公平公正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记住了。重复一遍。你会把小红花给表现好的大朋友，你会公平、公正。妈妈，
妈，我的气势对吗？你有点垮，儿子。你有的时候还是应该再认真点。你中间想笑，你知道一个大将他很有风度的，在训话的时候是非常严肃的。我们挺好的。你知道吗，宝宝？就是你那个小红花盖下去要有威严感，你现在有点。来，你站这儿，爸爸给你来一遍你的那个。我们孩子挺好的，过来，宝贝儿。睡觉去！吓死我了！烦人，这孩子1秒过宫。没悬念啊，这把外婆赢定了。一把归饲料，我赌小周赢。妈，你怎么还织上毛衣了？啊，给谁织的？艾文啊？哎呀，不是，难不成把我给想起来了？想得美，不是给你。这是给谁织呀？这么一点大，这什么呀？嘿嘿嘿，想知道？啊？什么？你可太行了嘛！好吧，手艺确实是不错啊，最关键的是心眼儿可真多呀。那不行啊！你出的馊主意，你说的要小红花大赛，我是要不想点招儿，我要输周全，我多丢人呢！我得问你个问题，啊，我跟周全比，你站在哪边？那肯定是站周全啊。不是，我这个再说一遍立场我一直都非常明确，对吧，妈？但是我很佩服您的这种智慧，啊，我支持您靠本事赢得更多的小红花，加油，妈，你绝对可以。他弄不过你，他没有这个脑子，您心眼多多呀，是不是？加油！你这个，哎呦，气死我了，简直是！老公，你站这琢磨什么呢？我妈给奥特曼织上毛衣了，你对手很强大，知道吗？那我回头给奥特曼订套西装呗。我跟你说真的呢，你想想辙，你到时候再输给他。怎么可能呢，老婆？妈妈这次会输得很惨，无论她付出再大的努力，她也感动不了艾文。那您有什么招？看，摩托车啊，这玩意儿安全吗？绝对安全，而且价格不菲。要是安全的话，艾文肯定喜欢。那贵就贵点呗，咱家现在挣钱呀。老婆，我这次要压倒性的赢妈妈，我1分钱都不会让咱家掏。那原意给这个厂家带过货。原意，我到时候把这摩托的照片给你发过去啊。我给艾文买了一个小摩托，现在没货了。我知道你给他们带过货，你帮我问问能不能搞一辆，然后多少钱我给你啊。你千万别自己付啊，不用你送啊，不用，真不用。你这脸不红心不跳的，不用，真不用。他给我回了一个老流氓。你看，人家就知道你想干嘛。你把那“老”字去掉行吗？妈妈这回输定了。妈，咱不说好了公平。很公平啊，我不公平吗？这把我肯定让你赢，但是你得给爸爸盖个章，我还可以再奖励你2个奶酪棒，漂亮。哎呦，我输了！无耻，极其无耻！您在这儿干嘛？我在这擦地呢。
闪，全没事了。快，把眼睛闭上。叮叮叮叮，哇，给我看小红花。你就不卑鄙吗？你干什么？散步。爸爸，你骗人！这根本不是西瓜汁，这明明是白水。怎么可能呢？明明是白水啊！果然是。艾文，你去穿鞋。妈，您这个西瓜汁打好之后不能超过10分钟。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让他10分钟之内喝完呢？哼，这是给孩子带了1下午的水。那西瓜汁倒掉不浪费吗？我喝。你中计了。艾文，你外婆把西瓜汁喝了。外婆，我要扣上你的一个小红花。妈这不能对啊，咱们得讲讲道理。我怎么不讲道理了？你这是使用了卑鄙的手段。艾文自己选的，要给你扣掉。哇，小红花的魔力，又是一篇10万加。我看你现在这个阅读量基本已经稳定了，4舍5入可以算是一个中型媒体了。怎么了？已经开始宠辱不惊啦。那我再跟你说一个重磅消息，因为你的书一直持续蝉联各大畅销榜单，出版社决定再次加印。哇，好棒啊！南京那边有个女性的论坛活动，邀请你去做个演讲，想让你分享一下当代精英女性的心声。精英女性，谁？我吗？我现在是精分女性，还差不多。你这就精分了，不是还挨到暑假吗？你就不知道我妈跟周全在家都什么样了，对一个孩子，坑蒙拐骗的招全使上，我只能借着码字儿躲到咖啡厅里边，能稍微清闲一点点。恭喜你，你已经成功过上了一份传统男性的传统家庭生活。一下班就说不回家啊，然后一问就说在加班，只不过他们在车里坐着，你在咖啡馆里坐着。能不能不拿我打岔了？你替我出出主意行吗？你真问对人了。对对对，均分的并发症出来了。你出了一个好主意，让我出主意。对，我这篇10万加的稿子绝对是拿我血的教训换来的。要不然再流点血，把那演讲稿想想。莫棉姐，你能稍微有这么一点点人性吗？写，这样我给你打开。赶紧给我写起来啊！哎呀，累了吧？这段时间为这个小红花啊，我也累，妈也累啊。本来刚一开始就觉得是个游戏，妈呢越玩越认真。她一认真吧，我也想认真了。我觉得这不能光是一个游戏，我希望通过这个游戏证实我的能力。我在工作岗位上，我上班的时候，我可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员工，我回家以后也照样会是一个优秀的全职爸爸。我想让妈知道，而且这段时间通过我对艾文的观察，我发现了他身上好多好多的优点，也有一点点的缺点。我会通过我的本领放大他的优点，改掉他的缺点。汇报完毕。我还以为我给你们出了个馊主意呢，还想说要不要去跟妈妈说，就别比来比去的了。不，要比，要玩，何况你很伟大。真的吗？你扛得住啊？扛得住，我们累点没关系，你不能垮，你垮了咱们全家都得吃西北风了。我怎么会垮呢？过两天我出差，有一个论坛的活动，那你跟我妈单独在这相处没问题，对吗？怎么那么棒啊？
好累好累啊！给我掐掐头呗。啊，舒服。妈妈，这个送给你，一朵小红花。这是我和爸爸一起做的小红花，送给我最伟大的老婆。还有送给我认真工作的妈妈。谢谢你儿子。那我呢？没人谢谢我吗？来，我们谢谢爸爸一起。不完美。这个好漂亮呀，做的。对，我左边脸刷漆会好看，阴影可以加重一些。车老师，哎，我看您今天的妆有点淡，您看其他几位老师妆都还挺浓的，要不我给您稍微加点口红？加个什么颜色呢？加个稍微红一点的吧。哇，这个太红了，不用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看。哎，好，那您看一下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没有，挺好的，谢谢你。没事。麻烦帮我把头顶搞蓬松点，修饰一下我脸型。好的。哎，老婆，你不是在演讲呢吗？这么快结束了吗？还没有开始呢，我紧张死了。紧张什么？我老婆是最棒的，人还漂亮。给我看看我儿子。多不容易啊！带孩子全都是细节。没事儿，你不适合迎难而上。我跨领域，我真迎不上去。不行，但也没办法。老婆挣的比我多，我这一时半会儿的也找不着合适的工作。小心了，掉头回来！回来，下楼梯了。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嫂子那个事儿吧，我跟你觉得是运气，她运气好，你也别太放心。她也不是，她有能力。再一个呢，有的时候运气确实也比能力强。你运气不挺好吗？遇上我了。对，没错，还有摩托车呢。可不能。非常感谢我们空调女王带来的精彩演讲。接下来将要出场的这一位也非常的厉害，她是备受瞩目的畅销书作者，也是公众号上家庭与事业兼顾的精英女性。现在让我们掌声欢迎车厘子老师为大家分享。大家下午好，我是车厘子。我现在好紧张啊，真的。我其实写了一篇演讲稿，我很认真的写了好几千字呢。但是我现在一个字都不记得了。那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，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生活里的故事。就是几个月前，我是一个全职妈妈，兼顾网络上的写手。我老公是一个程序员，他的工作很忙。但是现在呢，他是一个全职爸爸。我开始了创业，我就把家庭和孩子暂时彻底的全部的扔给了我老公。当然，我也做好了被他抱怨的准备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前段时间他跟我讲，我们一起做的这个决定，我不后悔，我也不担心，我也不紧张，因为以后还可以再去赚钱。但现在如果我再不陪伴我的孩子，他就长大了。母亲总是比较习惯于跟孩子说你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应该，但是男人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跟孩子去交流。前段时间我儿子看见我老公在喝咖啡，他就非要喝。以我的方式，我肯定是跟他讲你不可以喝，然后跟他讲道理，你为什么不可以喝，不管他怎么哭闹，毕竟是黑咖啡，他怎么能喝？
但是我老公他的处理方式是看着我儿子问他：“你真的很想喝吗？”但是爸爸告诉你这个不好喝，你还是想试一下，对吗？我儿子点点头，然后他喝了一大口，瘪着嘴就哭了，说这个好苦呀。从此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向我的老公提出过这样的要求，也避免了他当时的哭闹。总而言之，我今天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对我先生的记忆，也非常感谢他这段时间对我的付出。我觉得这是我今年收到的最实在的、最棒的、最美好的礼物。当然，我不会一直做一个甩手掌柜。一个孩子的成长一定需要父母双方都参与。我决定跟你们聊完之后，我要回去好好的陪我儿子玩一玩。谢谢大家。老公，你怎么不回我电话呢？我想跟儿子视频，你在干嘛呢？Hello， 孟菲菲。咦，我听你这个声音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不是的，是我上台就忘词儿了。那什么情况？整段垮掉了？我一上台，我看到下面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，慌死了。情急之中，我只能把周全带娃的故事讲了一遍。我这儿还没跟周全打招呼呢。哦，所以你就聊的是这个？应该是有点炸。因为我一下台的时候，一堆人围着我要签名、要合影什么的，那个工作人员就像偶像大明星一样，就挡着那帮人。哇，那太好了！我天哪，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一刻这么感谢周全。还有更好笑的呢，那工作人员还跟我说：“车老师，你现在是个名人，你应该让你的公司给你配个助理。”我心想说：“我上哪儿有公司啊？”那你不能这么想，你现在可是个当红作家了，有公司有助理这是早晚的事儿。你在说什么？你是说让我自己弄公司吗？你可饶了我吧！我现在这样，我都觉得我是走了狗屎运。弄公司这么复杂的事儿，你觉得我搞得定吗？那我当初劝你写小说、写公众号的时候，你也觉得自己不行。你觉得你现在行不行？唉，儿子，你看啊，这个呢，外婆跟妈妈都不让你轻易的碰，但今天你可以做一个男人尝试一下。我先给你介绍一下，电呢是通过铁传出来的，如果你手摸在这儿，这样进去就必然会被电死，而且一电就吸在一起了，谁也救不了你。你怕不怕危险？所以呢，避免危险，你就只能攥这个塑料的地方。OK。然后插进去的时候呢，不要就比如说插不动的时候，你也别用手去，绝对不能碰那个铁片，明白吗？好，自己插一个试试。你拿这儿行吗？哎呀，来放下。放下，不能动这个插销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太危险了啊！小孩子不能动啊。妈，我正在训练他，让他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自己插插销。如果不告诉他这些原理的话，那会出事儿的。周全呀，我告诉你，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危险。你这个电源，你现在让他拿着玩，万一哪天他自己出了电可怎么办？我没让他拿着玩，我就是想我让他自己插进去，这样以后我就别让他碰这儿嘛。我再跟你重复一遍，孩子没有危险意识，不能现在告诉他这些。你说实话，周全，自从你带了这个孩子，今天不是打枪，明天就是射箭，全是危险动作，还要带孩子去骑那摩托车。哪是孩子想玩这些，纯粹是你。我跟你说，你再这么下去的话，孩子出什么危险，我跟你算账。好，完事儿。行了，走。昨天晚上这周全啊，让孩子拿着插头往插销里插。你说小孩子他对危险哪有概念呢？你触了电可怎么办呢？妈，是每个人带孩子有自己的方式。艾文是个男孩子，周璇最近不是带的挺好的吗？我觉得他肯定行，你别那么担心，好吗？
在这儿绕圈，越野一下。别撞人，艾文。好的，妈妈，我一会儿就给他打电话，我提醒他，好吗？你很快就能见到你闺女了。拜拜。老公，你是带着艾文在院里玩吧？他在玩什么？小摩托吗？小摩托，我的小摩托，我的小摩托。对了，还有个事情我要跟你报备一下，就是我这次演讲的时候我太紧张了，情急之中我就讲了咱们家的事儿。我没有提前跟你商量，我抱歉啊，你不要生气哦，爱你哦，很快就回来啦。我也爱你，老婆，老婆加油，我们等你回来啊。喂，我是，啊，对对。你说你这么大人，你怎么带的孩子你啊？你看看孩子，你怎么能带成这样啊？我就说不让你带这孩子，听吗？啊！你说你带孩子，你好好带孩子，你看什么手机呀？我说我看这孩子，你们说不信任我。好了，不要吵了。你这样大喊大叫的对孩子不好啊！真是对不起，大夫，对不起。您千万不要着急，孩子啊，他的骨头没有任何问题。同时呢，我是看他伤口比较深，我就给他缝了11针，现在哭哭闹闹也是正常的。11针啊！好，没事。你碰到了爸，你就破相了呀！别吵。医生怎么说的？啊？哎呀，缝了11针的大口子，今年第6班，有这孩子血流的，心疼的我要能替孩子疼，我替孩子疼。我带孩子的时候啊，我带孩子，我让孩子流过一滴滴的血没有？怎么一会儿他带？你看给孩子弄的。妈，您真的别再抱怨了，我知道错了。这样你们不信任我是吧？你明天得回家带孩子，你不能把孩子再交给他了。妈，你别说话了行吗？先别说话了，我们自己能处理。我现在脑子很乱，求你别说话了。你在呢？我们在呢。不走。老公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，很自责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聊一聊，看看这样的事情以后怎么避免发生吧，好吗？没法避免，该发生的总是会发生。什么叫该发生的？为什么没法避免呢？你看着他点，他就不会冲出去啊。
那你跟我说说怎么避免？再多用点心。他只有5岁。怎么多用点心？我已经抱歉过了，我不该在孩子玩的时候接电话，这是我疏忽了。妈也把我骂成那个样子，但是我要说我不接电话，孩子就不会摔下去吗？他骑的是摩托，我不接电话，我要一直在他边上跑吗？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啊。森林安全，有吗？那别让他玩这么危险的东西啊。那你们不怕他成为娘娘腔吗？你在胡搅蛮缠吗？一个摩托有什么危险的？别的孩子不都在那玩吗？他是不是出事了？是，那他赶上了。没关系，戳眼睛呢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有人睡在家里边，卡车都会开进来把他碾死，怎么避免呢？我还要做什么呢？他是个男孩，是结果很严重，让你们很伤心，我也很害怕。但是已经发生了，为什么要喋喋不休地埋怨我呢？我在埋怨你吗？你不是吗？我刚才上来就说了，我们聊聊怎么避免这样的问题。我有埋怨过你。你嘴是这么说的，对，但结果你怎么避免？你告诉我怎么避免？你不是还是在控制我自己的情绪？你不是想让我承认错误吗？我承认了还不行吗？承认错误。承认错误有用吗？那怎么避免？你告诉我怎么避免嘛？就再多看着他点儿。我怎么多看着？我就把他拴在我的裤腰上吗？那你带孩子的时候他没受过伤吗？他有这么严重的伤吗？是啊，因为你没有带他。我还是个女的，我能看得出他，你看不出他。看不出，所以就不适合做这份工作。还是现在说这个话是吗？当时是我们俩一块商量好的。是我们是一块商量好的。但是以前你带孩子的时候，孩子出现任何问题，我不会这么责怪你。我责怪你了吗？车丽，我有一半是因为要支持你的工作，我喜欢你，开开心心的去施展自己的社会价值。如果是，哎，你好，哎，我是，好，可以。哎，那麻烦您把地址挂了电话。好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边处理点事情，您把地址发给我，谢谢。哎，什么叫支持我？你不是被辞职了吗？家庭分工不同了，我出去工作了，你在家带孩子，怎么叫支持我？不然应该怎么样？你永远都有理，你永远都是对的，我永远都要在你后面跟着你，服侍你，是吗？我在家当了5年的全职妈妈，我不是在支持你吗？我是找不到工作吗？凭什么是我应该的？你找得到工作吗？我找不到工作，我以前没有工作吗？你在说什么混账话？我没有工作是吗？那你的工作呢？是你辞退的吗？我至少不是被别人辞掉的，我是自己辞的。漂亮。我会正式跟你谈，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。车丽，以后你带孩子。凭什么？醒了，儿子。疼吗？还行。艾文，你真棒，真坚强。你要疼的话，想哭就哭，没关系的。爸爸说了，男人不能随便哭鼻子。你现在还是个小男孩，要疼了，在妈妈面前可以哭，没关系。我不是小男孩，我是男子汉。爸爸说的啊？对的，爸爸说的。妈妈对不起你。我自己摔的，不怪你。
那也是妈妈没有把你照顾好呀。不是给爸爸照顾我了吗？那就是爸爸没有把你照顾好。爸爸照顾的挺好的。爸爸呢？回家拿东西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真的觉得爸爸把你照顾得很好吗？真的，我跟爸爸玩的可好了，都是男人跟男人的游戏，特别开心。妈，我觉得你应该表扬爸爸。我应该表扬爸爸。这我得问您，真是麻烦您了啊！就这个药膏，是抹这地方伤口的哈。我这一天要多给他抹一点，是不是就不留疤痕了？留不留疤，这个您得问问大夫。哦，哎，好，真是打扰您了啊！谢谢啊。我第一喜欢妈妈，我第二喜欢爸爸。我第三喜欢外婆。以前不都第二喜欢外婆吗？现在为什么第三才喜欢外婆了？我和爸爸玩得可开心了，而且我现在能自己吃饭、自己睡觉了，不需要外婆帮忙了。艾文，你听着啊，你第一喜欢妈妈，妈妈很开心，但是呢，你刚才那样说是不对的。你不能因为别人能为你做什么事情，你才会去喜欢他，这样会很功利。你懂什么叫功利吗？没关系，长大一点你就会懂。但是妈妈就是想告诉你，我跟爸爸、外婆还有爷爷奶奶，我们都非常爱你，因为我们是家里人，你也要同样爱他们，不要去分什么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好不好？好吧，但我还是最喜欢你和爸爸。外婆总是不让我做这个做那个。外婆那样是她爱你的方式，你不喜欢，你可以跟外婆交流，但是不能说因为她不能为我做什么了，所以我就不喜欢外婆了，这个肯定是不对的，对吗？对。真好，儿子真懂事。艾文今天跟我讲，说妈妈，你该表扬爸爸。